40多分钟，终于好了。我吃饼子都快吃饱了。这下的粉条沾锅底有点糊锅了啊，这一锅很多，俩人吃不了，得4个人吃。我觉得这个粉条炖的特别好，土豆粉越炖上面挂完汤汁之后越黏糊越好吃。1 2 3。我们现在在哈西这边，我要吃一个铁锅炖。他家在哈尔滨有10多家店，我们之所以选哈西这家店，是因为我们吃完之后想去宜家逛一圈，我要去买一个镜子。这一会儿天要下雨啊，咱们赶紧去，吃完之后赶紧溜。对，有美团这个能使吗？可以，都可以用，就团就行。想吃啥你团哪个？团个这个锅，然后再点几个菜。还来啥吗？要一个鸡蛋焖的，再给我加雪梨。黄酒雪梨哈。对，菜点完了啊，由于这个灯光的原因，我只能这么坐着。那边是个蓝光，前面是个顶光，我要往前的话就特别的吓人。我们在1楼点的，一会儿的服务员就过来，我们应该等一会儿啊。铁锅炖的话要有耐心，因为它炖好久，40分钟到1个小时。这个大锅，这和我们上回吃的那个糊饼的那个锅差不多啊。这种它在吸气的，就不会那么热。这是免费的大碴粥，我先喝一点吧。大碴子和红芸豆煮。我和摄像师换位置，我坐到这边来了。他们家门口写的是100斤铁锅炖大鹅，还能炖排骨，还能炖鱼。我们要的就是炖排骨。为啥没有炖大鹅？因为大鹅的成长周期是9到11个月，基本上到11月份之后才能吃今年的大鹅。现在吃的大鹅呢，都是去年库存的大鹅。所以说现在吃的大鹅也都是库存到烧沫的大鹅了，不太好。他家还能加干豆角、菜什么的，我就没加干豆角。我们今天来的是俩人，就要了就是这种一个锅，然后基本上4、5个人坐没有问题。他还有2个锅的、3个锅的，那屋还有个大的4个锅的，能容纳20个人的，适合聚会。其实我是头一回来吃就是这么环境干净的铁锅炖，因为我们经常去的铁锅炖的话，他们都是那种就是像大花棉袄似的，整个大炕似的。排骨全是净排啊！哎呦，点错了。正常美团的话，这个里面带脊骨、酸菜、土豆、粉条，小菜的话还有一个土豆丝儿，主食是一个大饼子。我又点了一个鸡蛋焖子，然后一个红酒雪梨，就这些，这已经够吃了，我估计俩人都吃不了。真的一股蒜味儿。可能是拿那个切蒜的刀切的，但是挺凉爽的，不像驴，像萝卜。好了，等它开锅吧。我感觉我这一锅要炖糊啊！这大姐好像忘了按这个倒计时了。有羊的呀，都算一些，吃香了吗？你看我那裤里看看吧，这边的裤里你看看。有，放心有。 1903，不知道有多香啊！刚才炖的有20多分钟了吧？现在把那个鸡蛋焖的放进去了。这个鸡蛋焖的要炖10到15分钟，一会儿一起出锅。还有个大饼子不在这锅里整，他们一会儿做好之后直接给端上来。如果你要花卷的话，就在这上面一起就蒸了。但我没要花卷，那个大姐给我推荐说大饼子好吃，赠的这个菜没人愿意吃，好被抛弃了。鸡蛋焖的起来了，隔着锅盖，现在看不见，里面有水蒸气。 还等一会儿啊！其实我之前吃铁锅炖的时候比较喜欢吃那个鱼锅，他们那边也有在做一个鱼锅。做鱼锅的话，先炒那些猪的五花肉，炒出来油，爆香了之后再下鱼。那个鱼炖完之后有滋味，特别好吃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摄影师他不想吃鱼，所以我只能点鸡骨锅了。其实想点排骨锅，点错了。这是带了一份大饼子来了，正常的大饼子是那种圆的啊，这是山河屯的绝活，给人做的不一样。他把面糊上之后，歘往上抹了一下子，底下是厚的，上面是薄的，尝尝，哎，底下是软的，上面是脆的，特别软，看脆的。锅嘎巴，玉米面大饼子，里面放糖了，是甜的，它上面还撒的红豆，就是这个甜的味道恰到好处啊，这个好吃，也是我等锅等饿了。这几个大饼子够俩吃了，6个就吃饱了。鸡蛋焖的好了，青红椒、鸡蛋、油和大酱，大酱让人看不见，化到里头了。这个鸡蛋焖的完全可以在里面可以再多蒸一会儿，然后把这个鸡蛋再蒸发一点的话，把这个油再吃一吃就好了。现在这个油飘上来油有点多，吃的有点腻，但是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啊。 咱这也快好了。好，我这还没下粉条呢吗？粉条4分钟就好。这啥粉？土豆粉啊？
你家这个挺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对，嗯。40多分钟，终于好了。我吃饼子都快吃饱了。这下的粉条粘锅底有点糊锅了啊！开吃开吃，先来个排骨。虽然肉没有那么烂，但是滋味已经进去了。这上面挂满了酸菜味儿，那个酸菜好强大，也能炖烂了，一咬就都掉下来，不用费劲开。这锅很多，俩人吃不了，得4个人吃。我觉得这个粉条炖的特别好，土豆粉越炖上面挂完汤汁之后越黏糊越好吃。土豆外层有味儿，里头没有味儿，吃的好噎挺。这可能土豆都这样，把它切小一点。一共是143，我还团了一个那个，加一起是一共143啊。如果有来吃的朋友，可以不用像我一样团，你可以想吃啥你自己点。因为我每回铁锅炖吃的多了，不知道吃啥了，就随便就团了一个，但是还没团对啊。我想吃的是排骨锅，最后点了个鸡骨锅。咱们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要去逛宜家去买点东西，走了，拜拜。